Hello，大家好，我是达达。然后这期视频的内容呢，我将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我跟我男朋友和他前任之间的一些故事。就在之前的视频里面就出现了不止一次，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前任，对不对？然后我知道你们肯定也很好奇，这个所谓的前任，为什么我每次一提到他的时候，我的感觉会很生气？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那么在这期视频里面呢，我将跟大家详细的聊一下这当中到底有一些怎样的秘密。那么在进入视频之前呢，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一定要记住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一波，非常的感谢。其实关于我的男朋友也就是你们口中的花臂的前任的一些事情，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跟身边的任何的朋友或者是跟花臂，我们两个人其实也聊得很少，因为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说实话我是不太想去回忆的。但是我跟大家保证，就是今天我所讲的所有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不是编故事。大家都知道我男朋友他之前是有开过服装店的，对不对？就是我跟他刚认识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服装店的老板。在之前视频里面我没有说到的是，当时他的那个服装店他还是有另一个合伙人的，而那个合伙人就是他的前任。当时那个服装店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在经营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分手了好几年的状态了，所以两个人是完全没有就是生意伙伴或者普通朋友之外的任何别的感情了。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跟他的前任是在我跟我男朋友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认识了的，是不是很神奇？这也由不得他嘛，就是因为工作关系就没有办法，不是他想介绍他前任给我认识的，也不是他想跟他前任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关系的，是因为当时我认识他的时机就是非常的不巧，那个时候正好他们俩一起在合伙开店，没有办法。然后当时他们在开服装店的时候呢，其实是有请就是店员服务员小姐姐的，然后他们两个当时的工作呢也并不是两个人经常会同时都一起在店里面，是他上一天就交替的来的，但是偶尔也会有两个人都在的情况，就是比较忙的时候。所以我跟他前任就是见的次数还算是有那么多，因为我经常往他店里跑嘛。但是当时他们俩就是我男朋友跟他前任的关系已经就是普通的生意伙伴跟普通朋友的关系了，没有任何别的关系。然后当时他们服装店的一个运营模式的话呢，会有很多的那一种类似回头客的那一种的，有很多经常去他们店买衣服的一些人，买着买着就变成了一些玩得很好的朋友。然后呢，很自然的就是有时候他们会需要跟这些朋友一起出去玩，一起喝酒，一起吃饭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呢，花臂他就会带上我，有时候呢就是带上我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两个的工作关系的原因，就他的前任也会一起去，就会在场，所以那段时间是经常一起出去吃饭，出去喝酒，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朋友的关系。我跟他前任就是一个正常朋友的关系，但并不是什么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这个关系实在是有一点尴尬。当时我对他前任的印象还行，前任是一个就还算是礼貌的人，就也还是一个可以做普通朋友玩在一起的感觉。但是大家看到我的标题也知道，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呢，我男朋友跟他前任呢是属于微信完全拉黑，电话号码也拉黑了，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关系。包括我也是，我把他的对象微信已经删掉了，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掉了。然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有一次是18年2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正好是春节的时期。春节的时期呢，我就刚好在我的老家嘛，我老家是郴州，在那边过年。然后那一年呢，我正好我有邀请我男朋友来我老家玩几天。非常巧的一点就是，当时我男朋友的前任，他当时找的当时的那个对象也是郴州的，就是跟我是同一个地方的，所以我就正好顺带的就问了一下，要不要把他也叫过来，因为他刚好当时的男朋友也是郴州的嘛，就要不要一起过来玩几天。当然当时我跟我前任的他当时的那个男朋友我是不认识的，我只知道他当时交了一个，这是我老乡花臂跟我说的，所以我就出于
于一个当时还是交朋友的心态，就说要不要一起来，就刚好我男朋友前任当时的男朋友也在郴州过年，就要不要一起过来玩。好，他们就答应了，他们俩就一起过来了。他们刚来的第一天还算是正常吧，就我们一起去郴州一些所谓的一些景点去走了一走，看了一看。就我跟我对象这一对，我对象前任跟他当时的对象一对，4个人在大街上逛街吃东西玩。然后好像是第2天的晚上，我那个老乡就是前任的那个当时的现任那个老乡，他说郴州就是有一条街上面有很多小酒吧清吧，就是要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喝酒，然后我们就说好，就一起去了，就我们4个人。然后就在这天晚上发生了这一些荒谬的事情，就是我酒量是属于还不错的，那个时期的我的酒量已经锻炼上来了，那个时候我是可以喝很多酒的。然后我男朋友呢，他酒量也还算过得去，普普通通，但我男朋友的前任的酒量是比较一般的，比较差的。他前任的那个男朋友的酒量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男朋友当时前任的酒量是比较差的。然后当时我们喝完酒之后，大家都有一点微醺到偏醉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准备就是打车回酒店了。当时我是跟他们一起在外面开房，他前任跟他的男朋友开一间房，我跟我男朋友开另一间房，不是4口之家，我一定要说清楚啊，就是各开各的房，我们没有那么的乱。说回来，就是从酒吧打车去酒店的路上，一切都还挺正常，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进到酒店之后，我跟我男朋友准备睡觉的时候，发现就是我男朋友他的手机不见了。喝醉酒掉东西这件事情真的很容易发生，就当时反正就是他的手机不见了，然后当时我们就有想是不是掉在那个酒吧了，然后我们打电话过去，那个酒吧他说没有在我们的座位上或者座位附近发现有那个手机，然后我想大概率是掉在出租车上了。我们当时打的不是网约车，就是本地的一个出租车啊。然后手机这个不重要，反正结论就是手机反正就是没有找到。我男朋友他当时就比较着急，因为他手机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个时候我坐在酒店的床上，各种打电话联系出租车公司，联系酒吧，问有没有看到手机。他当时呢，我不知道是喝多了脑子突然不清醒了还是怎么的，他就开门出去了。当时我不知道他去哪，我以为他出去找手机了。过了一会儿没多久，我看他很沮丧的样子，我就以为是手机没有找到，我也没有问他，因为我在继续打我的电话嘛。然后他进来了又没多久，他前任就跟着进来了，然后他前任就非常生气的走进来，然后指着他还有指着我的鼻子，就把我们2个人一起在那一顿骂。骂的内容大致是你手机不见了关我什么事，你自己弄丢了，你自己不好好找吗？然后指着我也是说他手机丢了，你自己不知道好好看着他吗？就是我知道这一段听起来非常的莫名其妙，就是我现在回想我也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我一直想不通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然后当时他们俩情绪说的越来越激动了，然后他前任就顺手拿起了边上的那个凳子，就酒店的凳子，往我男朋友身上砸了过去。然后我男朋友他也怒了，就冲过去想要跟他打起来。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冲过去拦他们，因为我正在打我的电话，那边是那个出租车的那些公司，我正在问他们。然后我就只记得他前任一把把我男朋友推倒后冲到我这边来，当时我是坐在床上嘛，然后冲过来很快的往我的脸上扇了一个耳光。扇了一个耳光之后呢，指着我大概是骂了几句吧，具体骂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我是被他那个突如其来的扇耳光的这个行为给吓到了，就是整个人有点懵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反应这么大的给我脸上来了这么一出。然后当时我就是懵到已经忘记要去还手这件事情了。然后他扇完我这个耳光骂了我几句之后，很快的就开门就出去了。然后我对象是刚刚被他推倒在地，他其实是没有看见他前任扇我耳光的这么一个动作的，他以为他只是指着我骂了几句。然后直到我男朋友爬起来走到床上的时候，他看着我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跟他说，我就指着我的这一半脸，我就跟他说，你前任刚才打了我一耳光。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眼睛已经是通红了，快哭的一个状态了，就是非常的不解，非常的委屈，也非常的愤怒。然后我跟我男朋友说了这句话之后，他看了我一下，然后我印象里面我男朋友当时的脸上是没有任何表情的，愤怒的表情也没有，就是心疼啊，就是任何表情都没有。然后他反正就是听我说完之后也没有跟我
多说什么话，也没有碰我什么的，一直都没有说话。他就是在床上盘着腿发了一会儿呆，不到1分钟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呢就是强忍着泪水，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不到1分钟的样子，他默默的自己下了床，打开了房门，走了出去。然后我呢，当时在房间，说实话，被这么一系列的事情弄下来，我当时说实话，手机也不想找了，也不想去复仇啊，去打别人一巴掌，也没有。我当时想的就是，我想快点睡觉，到明天起来再处理所有的事情。所以当时我是顺势就直接躺下了，也没有继续再帮他再找手机了。后来我所记得的就是，反正我男朋友就开门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他看见我躺下了，他可能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是醒着的，我只是很累，我想闭着眼睛就是躺着休息，我什么都不想想。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跑进来上了床，然后就顺手把我就是搂在怀里面了。我感觉他好像是有一点点就是流泪了，我感觉他是哭了，然后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默默的就是在那陪着我躺着抱着我。我还记得我隐约的感觉他是有一点点抽泣的感觉，他有非常实力的在忍着，但是就是没有完全忍住，就是我感觉出来了。这件事情呢，一直到了第二天白天是这样子的，将近中午11点多快12点的时候，有人在敲我们房间的门。那个时候呢，我跟他一起被这个敲门声给吵醒了，然后我男朋友他呢就起床去开门，然后我当时是没有动的，我是继续躺着，就是假装在睡觉，但其实我已经醒了。然后我有听到他开门之后的对话，上来敲门的那个人呢，其实就是我男朋友前任当时的男朋友。他上来敲了门，跟我男朋友说，待会儿能不能麻烦你去帮他们退一下房，因为我男朋友的前任当时人已经走了。我那个老乡他说的是他很早就走了，所以他上来敲门问能不能就是你拿着房卡去帮他们退房，因为他们房间的电视被砸坏了，墙上的一些木头的一些装饰也被砸坏了，还有他们房间的椅子被砸坏了，应该是要赔钱的，所以我那老乡他就上来说能不能你去退房。然后他还补充了几句，就是说的话类似于就是你们昨晚打架打得太夸张了，房间都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就类似这样子的话。然后也是听到这句话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男朋友在晚上的时候，在发现我被他前任扇了耳光之后，他出去不是去找手机，也不是去吹吹风，而是下楼去了他前任的房间，跟他前任打了一架。以当时我老乡的口述来看的话，他有点被我男朋友给吓到了，因为他没想到我男朋友就是会打得那么的猛。虽然我至今不知道他前任当时是被他打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啊，但从他们的对话里面来看的话，应该是挺激烈的。然后他们对完话之后就关了门，他就把前任的开房的房卡拿在了手上，然后就又回来抱着我就继续睡。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跟他去交流这个事情，就是我没有去问他你们为什么打架，你们打得怎么样了，或者是他为什么要扇我。我当天整个人都比较的呆滞的原因主要是我当时非常的后悔的点是在他扇我耳光的时候，我没有立马反应过来扇回去，这是我非常后悔的点，以至于就是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的那么几个月里面，我都一直因为这件事情时常就是会容易放空自己。我不说它是有一点成为我的阴影吧，但就是这个东西有一点卡在我的心里了。如果能再回到那天晚上，我扇回去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但是现在当然是没有任何的事情了。我也不会说现在我在大街上如果偶遇到他前任了，我会毫不犹豫的一巴掌拍上去，我也不会。现在我不会有这种想法了。房卡拿到手之后，当天我一直很沉默，他领着我就是下楼去退房，当时是赔了大概5000块钱还是6000块钱吧，就是一台电视加一整个的房间的一些硬装上面的一些被破坏的地方加在一起，是我男朋友出的。到赔钱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告一段落了。然后这件事情一直到我们准备一起回长沙的时候，我才有跟他聊起来，但是也没有聊那么多。就是我有问他那天晚上你下楼是跟他打架去了吗？他说是的。我有在问就是为什么，然后他当时给我的回答我还是挺暖心的。他说这他的原话啊，就是他说
他打了我最爱的人，我必须加倍的还他。其实关于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关于他帮我出气这一点，因为我男朋友他其实在以前跟我谈恋爱以前，他是一个脾气非常火爆的人，就是他是那种非常容易炸的人。包括他的成长经历里面，他在小时候也是一个经常打架的人。我不说是我改变了他多少吧，但的确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的柔软一点，所以我觉得他或多或少的会被我影响到一些吧，所以他现在整个人的心思是已经细腻很多了啊，但他以前的确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人，所以我知道他对于那件事上他的下手一定不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当天晚上他上来之后，他的前任没有在第二次跟上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原因之一。然后也就是当天他没有跟我说啊，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天他已经默默的把他前任所有的微信联系方式全部都已经拉黑了。当然后面有把电话拉回来了，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微信是一直都是拉黑的。然后也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就是他们的那一家服装店很快的就关门了，就倒闭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反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呢是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然后我男朋友跟他前任呢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联系了。虽然我偶尔会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一些就是圈子里面的一些共同好友，偶尔会在他们的朋友圈里面发现他的身影，但是现实当中我们是完全不会碰到一起了。然后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子，说到这个地方感觉突然自己整个人的心情有点荡下来了，聊沉重了也没有很沉重吧，就是我至今都还没有想明白当初他前任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因为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事情跑上来给了我一耳光。如果单纯是因为我男朋友手机掉了，然后他觉得我没有看好他，没有管好他，没有积极的去帮他去找，因为这些事情怪到我身上给了我这一耳光，那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所以我至今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还是因为他喝多了，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还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对我有一些就是你懂的，就是把我视作他的敌人。但是如果这样想的话，从我们之前一起出去吃饭玩做普通朋友的那些场景来看的话，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他也不至于恨我，所以说实话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就差不多就说到这里吧，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我呢现在也是回到了长沙，虽然我男朋友还是在昆明，他还在昆明在工作，但是我们希望就是今年过完的时候能够尽早的结束异地的这段生活，然后能够更多的合体一起来给大家录一些好玩的视频。那么喜欢我的小伙伴一定不要忘记了点赞、投币、收藏，一键3连，然后非常的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